是米拉爸。上次改造墙面，最后留下了似乎问题很大的结果。还没看上集的可以看这边哦。经过厂商的指教以及我认真再研究了一下，总结出我最大的2个错误。第一个是填缝的方式错误，第二个就是使用了错误的工具。我以为软板推刀是这个，但是这个其实是橡胶刮刀，主要是为了不要伤及表面，是用木头或是软性表面用的，并不是给墙壁用的。而我以为的硬刮刀，其实在分类中是软式的劈土刮刀。真正的硬刮刀是我刮除壁癌的这种铲刀，这个真的就是我的功课做得不够，给大家当做错误示范。因为厂商最后跟我说要用砂纸磨平，我整个崩溃，觉得依照这个凸起的程度来看，要磨平这个程度实在是压力山大。想说要长期抗战，我已经直接放弃去特力屋租工具的想法，想说直接上网拍找电动砂纸机，已经到丢入购物车的阶段。但是后来我试着用铲刀把过于突出的地方先铲平，持续铲平，平整度就上升了一大截了。铲平，继续铲平，看起来是有用的。墙壁的大面还好处理，这个小面及侧面细的那一面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技巧。把所有过于突出的部分铲平后，我真的就觉得好很多了。先试着用正确的工具以及方法把剩下的2包乐善本色用光。这次的搅拌过程就略过不细拍了，我已经越来越驾轻就熟了。上次有留言说我的水加太多，但我应该是有照官方的比例加水，大家看起来有过失吗？我是感觉这个弄起来似乎没有很细致。总之先不怕留白，主要先把瓷砖的缝隙填满为目标，把上次还没有填的部分都再填补一次。而且我觉得可能是瓷砖跟瓷砖间也是有高低落差，所以不像我网络上看其他人的施工，真的就只有填补缝隙而已。把上次做正确的部分再劈第2次，我已经开始理解，就是整平、整平再整平。每次的劈土都是填补比较低的缝隙。还有一点就是把上次失败最严重的地方劈上第2次。我现在就是计划用这个再做第2次整平。这个太强了吧，立竿见影哎！早应该用这个的哦。光看现在就平很多嘞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真的是至理名言。
虽然高手可以不挑武器，但我这个新手用了正确的工具之后，效果真的是不得了。我这几面墙感觉救了回来，再劈一次应该就可以了。这边真的特别难弄，这条细细的，这边细细真的太难弄了。这边应该就是理论上应该就是要像这边这样。其实这个现在弄就已经很平了。第一次真的应该要像这边先填缝就好。今天的工程进度就到这边，把上面都照正确的方法补完，右下跟左下都劈了第2次，我还剩下1包乐善本色，依照这个程度，我想应该是 OK 吧。晚上被我的猫吓到，它们从白天开始就一直在这个养生胶带玩耍，我还以为它们窒息了。来啦！这是第2天干燥过后的情况。先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之前这算是已经第2次劈了，所以就是理论上就是正常应该要这样子施作，但是还是看得到这种瓷砖的痕迹，但其实摸起来已经算蛮平的了，这边都是蛮平整的。可能我第3次再薄薄的上一层，或是需要磨它。那这面墙这边也是已经上了第2次的补土，其实摸起来已经平非常多了，但是这个瓷砖的这个缝隙看起来还是很明显，远观看起来还是很明显，但真的也摸起来也是都平整很多了。然后上面这边只有弄过第1次，我再弄第2次应该就可以很好了。我觉得最麻烦的是这种比较细的地方，这边我只有大概弄一下，其实我不太确定到底这么小的地方要怎么样弄才可以弄得比较完美。这个我还没有开始打磨，但是其实以这个平整度来说，再上后续的那个热土灰泥，我觉得我个人就是可以接受了啦。不然这个磨感觉真的是很麻烦耶，有一点凹凸的质感，我个人是可以接受的。那这块区域我之后会弄一个架子，所以这边我觉得就算不完美，我觉得完全没问题。反正这边不太会有人看到，最重要的还是这边要把它弄好。由于流程一样，所以直接劈好第3次。我已经劈好第3次土了，第3次应该一定会平的吧。看看这第3次的平整度，劈土不太够，所以这边反正都会被挡住，就这样吧。这边也都有做第2次了，这边是第3次。这边接缝真的太麻烦了，我一共用了4包，所以代表说我这4面墙是不是就多了20公斤的重量？现在的情况就是这边已经劈了3次，然后这边比较边缘的地方只有劈过2次。其实这个3次已经蛮平整的，像上次最严重的地方，这边也是蛮平滑的。那我打算用这个劈土，因为他付给我的劈土已经用完了，我现在打算用另外一个颜色的劈土，再做这个细部第4次的劈土，这样白色也比较看得出来有没有平整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颜色会有落差，这个就特别白，明明都是同一劈好的，不太懂。如果我用一个邪恶的角度，平整度目前大概是这样子。其实这种纹理我不能接受。虽然我本来就觉得有点手做的纹理其实不错，但是想想还是担心我过度乐观，所以真的是久病成良医，劈得多就越来越顺手，也越来越平。我有空就劈一下，之前比较随便的细节也处理了。我再买了一桶20公斤的劈土，实现我的无限劈土大法，直接看成果。我几乎全部又再重劈了一次，
或是2、3次。这是原本最惨的地方，现在也很平了，真的很平。这边真的是最麻烦的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，这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尽力了。这种转角的地方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弄得最好，就先不管它，我觉得这样先不理它就好了。真的很平。这边想说之后会买个架子挡着，所以本来想说随便用就好，但是因为有足够的 P 图，我还是尽量把它弄平了。这样虽然看起来这边还是很明显，但是其实它是平的，所以代表瓷砖跟瓷砖之间应该是本来都有高低的落差。来用最严格的标准看一下，这是最严格的标准下的情况。再换个角度，这种应该就是原本砂纸要打磨的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乐土灰泥本来就是有一点质感，应该是没关系吧。但剩下的一些小细节，我现在看起来有余力的话，还是会打磨一下。下集乐土灰泥施工完结篇，期许农历年前能完工。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居家改造持续中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